在中國，最怕的不是美國制裁，而是美國突然決定替中國人反腐。真的，歷史從來沒有這麼荒誕過。那些本該屬於中國人最基本的知情權，官員到底有多少錢，錢從哪來，藏在哪，轉移給誰了，最終不是由中國政府公布的，而是由美國政府來幫忙公開的，而且還是以聯邦法律的方式強制執行。是的，你沒有看錯，美國動真格了。美國眾議院通過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NDAA， 其中最讓北京夜不能寐的就是第6704條中國領導層財富報告。這一條就像一顆精準投放的深水炸彈，直擊政治系統最不能碰、最不敢碰、最害怕別人碰的地方——錢。而且不是一般的錢，是高層家族幾十年來使用無數層殼公司、信託、離岸賬戶、代理人隱藏的真正紅色金庫。美國這次要做的是，把這些錢一個字不改地攤在全世界的陽光下。第6704條的要求非常可怕，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必須在180天內向國會提交公開報告，內容包括政治局常委、委員、各省份黨委書記的個人財富評估、財富來源、國企、海外投資、家族控股、隱秘基金、離岸結構、開曼、英屬維京群島、塞舌爾、盧森堡等地的殼公司。財富與外交政策的關係，是否利用國家影響力擴張家族利益？最關鍵的一條在這裡，報告必須非機密 unclassified， 也就是說，全中國人都可以看到。想象一下未來的畫面，美國政府的網站上掛着一份詳細的中國高層財富清單，資產多少，藏在哪裡，誰持有，怎麼轉移，全部公開。這不只是信息透明，這是權力結構的脫光。中國過去多少年，民間呼籲官員財產公開，多少人因為提議財產公示被晉升、被污名、被封殺，多少次連討論都被視為敏感。但這次美國人一句話，既然你們不公開，那我們來公開。多諷刺！中國官員的財富透明不是分內之事，而是被敵國代勞。中國幾十年不敢開啟的反腐透明度，被美國立法強制公布。一個國家最機密的一層被另一個國家掀開，這是外交史上的奇觀，也是權力體系最大的羞辱。為什麼北京真正怕的不是制裁，而是透明？因為制裁可以說是霸權，可以反彈，但透明是要命的。權力的合法性一旦和財富數據掛上鈎，系統的裂縫就會無法掩蓋。更致命的是，一旦這些財富被公開，美國可以進一步凍結、限制簽證、追蹤資金流向、監控家族投資。這是精準打擊，效果立竿見影。美國國會過去3年一直推動所謂的腐敗削弱戰略 （Corruption as a Strategic Liability）。核心觀點很簡單，腐敗是北京的最大脆弱點。所以這份報告不是簡單調查，而是一個系統性武器。這次最尷尬的地方在這裡，美國敢公開別人的財富，是因為美國政客的資產本來就是公開的。每一個議員、每一個部長、每一個總統候選人，每年都要遞交財產申報。媒體可以查，公眾可以查，反對黨可以查，學者也能查。瞞報是重罪，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法律問題。所以當美國說要調查中國高層財富時，北京無法反擊，因為反擊會變成你們為什麼不敢公開？這是最鋒利的邏輯武器。中國沒有任何辦法能無損應對。很多中國人不喜歡美國，這完全正常。但他們不得不承認，中美關係100多年來，美國確實多次做了中國政府自己做不到也不願做的事。庚子賠款退還用於建學校，抗日戰爭借款，美國後來幾乎免除。
阻止蘇聯對中國的核攻擊，推動中國加入 WTO， 帶來幾十年經濟增長。現在，花美國納稅人的錢，幫中國人民做官員財產公開，這諷刺到極致。為什麼這件事讓整個中國系統集體緊張？因為這一次公開的不是小官小吏的貪腐，而是中國的天花板。範圍包括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省級黨委書記、他們的妻子、子女、兄弟姐妹、直系利益人、海外信託、境外投資、代理控股人。你以為美國查不到？太天真了。僅2024年，美國財政部金融犯罪執法局 FinCEN 公開數據顯示，美國境內超過410萬個房地產交易與中國高淨值人士相關，中資關聯的殼公司超過3.2萬個。美國4大行都向國會提交過中國政治相關客戶的風險審查報告，再加上歐洲五眼聯盟的交換情報，美國完全可以畫出一個權力財富地圖。而且，美國情報系統早在今年3月就發布了試探性的 CCP Elite Capture Report， 內容觸及部分家族資本流向。這次被直接寫進聯邦法案，就意味着美國將動用國家機器，系統性公開中國高層財富。中國高層家族最怕的是什麼？不是美國制裁，不是資產凍結，不是簽證限制，他們最怕財富被中國人看到。因為財富一旦透明，權力敘事就會崩塌。沒有任何宣傳機器能對抗數字，沒有任何網絡屏蔽能阻擋海外公開報告，沒有任何正能量能解釋幾十億、上百億的資產。如果說貿易戰只是撕開了一條縫，那麼現在美國這份法案已經把整個中國高層的財富系統拆到了骨頭縫裡。而且最殘忍的是，它是公開的，是永久流蕩的，是寫進美國國家法律裡的。就算未來白宮換人，只要法案不廢，它就是長久的。這是北京最怕的局面。秘密不是被洩露，而是被合法公開。你可以想象，那些隱藏了幾十年的家族資產、轉移鏈條、掛名股東、離岸信託，會在半年後的某一天，被美國國會網站啪的上傳，然後由全世界的媒體、學者、反洗錢組織、人權組織、金融情報機構通通下載分析。一夜之間，隱秘幾十年的財富帝國將被拆成一張張可視化圖表。這是官場最深的恐懼，不是被懷疑，而是被看見。這不是制裁，這是情報透明化戰爭。中國長期使用信息不透明構築政治安全，但美國這次幹的是，把不透明本身變成一種風險資產。從此以後，全世界的金融機構都會這麼想：與中國高層關係不透明，那就是高風險賬戶。更可怕的是，美國財政部、FinCEN、FATF 都會使用這份數據，將其納入全球反洗錢框架。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高層家族的離岸賬戶將受到更嚴格審查，涉及政治關係的投資將被定義為敏感資產，海外銀行會主動上報可疑交易，資金遷移會變得困難，信託結構會被拆解，私募基金會被問 LP 是誰，而且美國的盟友會跟進，歐盟會跟進，五眼聯盟會跟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會跟進。中國高層家族的財富不再能依賴全球金融體系隱身。這不是制裁，這是結構性透明化。一旦開閘，無法回頭。為什麼這件事會讓整個系統出現心理崩裂？因為高層一直相信一個神話：只要錢藏在海外，放在隱秘信託裡，美國政府永遠查不到。但事實是，美國一直都在查，只是過去沒有公開。根據美國參議院2024年反洗錢聽證會資料，
美國掌握的中國官員關聯資產網絡超過197個家族，涉及的殼公司超過5600家，房地產資產超過90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紐約、洛杉磯、溫哥華、倫敦、新加坡。通過代理人投資的資金規模超過3200億美元。這些數字並不是這次法案才出現的，而是多年來美國通過銀行申報系統、國際反洗錢協議、稅務情報交換、跨境資金監測一點一點積累的。換句話說，中國高層用來對付老百姓的手段，被美國用來對付他們了。這才是最刺痛的地方。財富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財富和權力之間的線被畫出來。美國要公開的不是數字，而是關係圖譜 （network mapping）。例如，某某常委的家族基金由誰管理？某某委員的離岸信託誰是受益人？某省書記兒子的殼公司和哪個央企有關？家族投資是否影響了中國的政策走向？這些圖譜如果被公開，影響將是災難級的。財富圖譜等於權力圖譜，權力圖譜等於真實權力。這意味着整個系統的結構會被美國繪製出來，而繪製出來就意味着可以被研究、被分析、被追蹤、被利用。這是北京最無法承受的。中國過去幾十年所有的政治敘事都建立在一個前提：領導層是清廉的，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代表國家利益的。但如果美國公開的數據呈現出另一個現實，巨額資產、複雜離岸結構、家族式財富積累，與國企利益高度捆綁，與政策制定相關的資本流向，那麼中國的政治敘事會出現一個可怕的裂縫，權力、財富、政策的循環將被看得一清二楚，而這個裂縫會慢慢擴大、擴散、腐蝕、侵入每一個階層的心理。這是合法性的切割，是敘事權的奪取，是對整個系統根基的鬆動。透明就是權力最恐懼的光。